當時讓我印象深刻的就是剛進去幾天，然後呢，因為一個小女孩可能是10歲左右吧，她的那個內褲沒有晾好，可能是風刮的，也是不知道是怎麼弄啊，就掉地上。我們那个班長可能是大概14歲左右，當着我們所有的人面，就是讓我們大家給她圍起來，讓她俯臥撐到地上，然後那個班長就把她內褲塞到她嘴裡。當時我看到這一幕，就是內心就是非常的震驚，非常想逃離這個地方，覺得這個是一個沒有人道的地方。你有沒有想過，如果有一天你正在家裡玩手機，突然衝進來幾個陌生的成年人，把你按在地上，不管你怎樣掙扎，怎樣哭喊，直接塞進一輛車裡帶走，而你的父母就站在旁邊，他們沒有報警，因為這一切本來就是他們安排的。我是一位被特殊學校綁架囚禁的受害人，也是一家板材和瓷磚店老闆，今年21歲。2026年5月21號下午，我在自己的板材店內被冒充國家公職人員、網安部綁架到特殊學校。21號下午4點，我一個人在店裡來了2個大漢，一個女的，他們說自己是網安部的，說我涉嫌網絡洩露，需要到查證阻海辦事處接受調查。我讓他們出證件，他們說在車裡，讓我先進去，我不答應。我拿着手機想報警，被那女的一下搶過去，然後2個大漢堵住出口。我其實有點猜到他們是接我回學校的，我反復問，其中一個大漢就說我是緬甸的，你信不信？他們把我壓在地上，我瘋狂反抗，用手給他們手扣傷了，他報復性的用腿膝蓋壓我，然後背過去又使勁壓我脊椎，用繩子反綁我的雙手，瘋狂勒緊。一個21歲的年輕人，因為經常熬夜玩手機，偶爾打遊戲，被父母花3萬元送進了一家所謂的網癮矯正機構。注意，他不是未成年人，他已經21歲了，有自己的生活，有自己的工作，甚至經營着一家門店，可以靠自己養活自己。但即便如此，他還是被幾個人強行控制，捆綁雙手，從貴州帶到重慶的一家封閉機構。而這一切的幕後安排者不是陌生人，不是詐騙團夥，而是他的親生父母。看到這裡的時候，我其實有一種說不出的難過，因為這已經不是簡單的家庭矛盾了。他觸碰到一個非常沉重的話題，當我是為你好這句話凌駕於一個成年人的自由和尊嚴之上時，它還是愛嗎？還是另一種形式的控制？很多華人家庭可能都會對這個新聞有一種複雜的感受，因為在我們的成長環境裡，聽父母的話幾乎是一種天然正確的價值觀。小時候，父母決定我們吃什麼、穿什麼、學什麼；長大以後，他們決定我們讀什麼專業、找什麼工作、和什麼樣的人交往。甚至到了30歲、40歲，有的人依然生活在父母的期待之下。很多時候，我們並沒有意識到一個問題：父母對子女的愛是真實的，但父母的判斷未必永遠正確。愛並不自動擁有支配別人的權利，這是2件完全不同的事情。新聞裡的這位年輕人，最讓我震驚的地方，其實不是他被送進機構，而是送進去的理由。沒有吸毒，沒有賭博，沒有違法犯罪，沒有精神疾病診斷，只是因為作息不規律，只是因為喜歡玩手機，只是因為父母覺得他有問題。如果一個成年人僅僅因為生活方式不符合家人的期待，就可以被強制送去改造，那其實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因為今天被定義為問題的是熬夜，明天可能是單身，後天可能是不結婚，再以後可能是不願意生孩子。當一個人的自由建立在別人滿意的基礎上時，那麼任何選擇都可能成為錯誤。其實我特別能夠理解一些父母的焦慮，尤其是這一代中國父母，他們經歷過貧窮，經歷過競爭，經歷過資源匱乏，他們習慣相信一個人只有按照某種標準化的人生軌跡前進才是安全的，好好讀書，找穩定工作，早點結婚，早點生孩子，規律作息，不要沉迷網絡。這些想法本身並沒有錯，問題在於當孩子長大以後，父母依然認為自己擁有最終決定權，
他們無法接受一件事：孩子的人生最終不是父母的人生。我不知道為什麼我都21歲了，我不抽煙不喝酒，有自己的事業，有獨立賺錢的能力，就因為和父母同居，被他們知道我熬夜，他們就聯繫這種學校，強制綁架進去。這是有主謀和從犯精心謀劃的赤裸裸的綁架囚禁。就算學校是合法的，但是綁架我過去的過程是犯罪。在被綁架過去途中，我無數次反抗，無數次喊救命、綁架、報警。很多華人家庭都有一個共同的難題，父母總是在說我都是為了你好，而孩子真正想听到的是我尊重你的選擇。這兩句話看起來差不多，其實差了一個時代。前一句代表的是管理，後一句代表的是尊重。管理適用於孩子，尊重適用於成年人。可惜很多家庭在孩子成年以後，關係並沒有完成升級，父母依然把自己當監護人，孩子卻已經成為獨立個體，於是衝突就產生了。更令人擔憂的是，這起事件背後暴露出來的並不僅僅是一個家庭的問題，而是一條已經存在很多年的灰色產業鏈。這些所謂的矯正機構打着教育、訓練、成長的名義存在，但很多時候外界根本不知道裡面發生了什麼。他們利用父母的焦慮獲利，利用家庭矛盾賺錢，利用拯救孩子的故事包裝自己，甚至有些機構會刻意放大家長的恐懼，告訴父母再不管就晚了，再不送來就廢了，再不改造就毀了。而人在恐懼的時候是最容易失去判斷力的。很多家長以為自己在購買教育服務，實際上購買的可能是對孩子自由的侵犯。而對於很多年輕觀眾來說，看到這樣的新聞，也許會感到憤怒，甚至會覺得無法原諒。但我想說的是，有時候最令人難過的並不是惡意，而是錯誤的愛。很多父母並不是不愛孩子，恰恰相反，他們太愛了，愛到无法接受孩子脫離自己的控制，愛到把擔心變成監視，把關心變成命令，把保護變成囚禁。他們沒有意識到，真正成熟的親子關係從來不是改造對方，而是允許對方成為自己。報警、綁架。關於傷口，我現在手臂靠近手腕處有大面積甚至被勒過的痕跡，疤痕。當時是已經血肉模糊，他們還死命綁。還有我腿在高速路被他們一下压到地上，有個很深的洞。醫生从我腿取了一顆小石子出來。看到新聞最後，小梁選擇報警。很多人討論法律責任，討論機構是否違法，討論父母是否應該承擔後果，這些都很重要。但我覺得比法律追責更難修復的是信任，因為傷口會癒合，賠償可以支付，機構可以關停。可一個孩子發現，原來最應該保護自己的人，曾經親手把自己送進封閉機構，這種裂痕可能需要很多年才能慢慢修復，甚至一輩子都無法恢復如初。很多從所謂的戒網癮學校、特訓學校、行為矯正學校逃出來的孩子說，這是他們人生中最絕望的一天。而這樣的故事，直到今天仍然在不斷發生。26歲的肖偉被母親以旅遊為名騙進重慶一家機構，關了82天，親歷連坐體罰。31歲的湖北女生小付被父親以沉迷網絡為由送進封閉基地，拘禁半年。很多人以為楊永信的時代已經過去了，豫章書院已經倒了，戒網癮學校已經成為了歷史，但現實並非如此。假如沒有政策禁止，這些悲劇就不會結束。2017年，一篇題為《中國到底有多少個楊永信》的長文將豫章書院曝光在大眾面前。這時大家才知道，原來有那麼多的家長把自己眼中不服管教、不聽話的孩子擠破頭的塞進了這個人間地獄，而這些孩子面對的是無盡的虐待、性侵、毆打等等讓他們變得乖巧的手段。而在當年豫章書院被曝光後，也僅僅只是注銷了辦學資格，哪怕是承辦該校的校長，也只是被判處了有期徒刑2年7個月。而如今的特訓學校是不是就好像曾經豫章書院的翻版呢？這些機構只是換了個名字，他們不再叫戒網癮中心，而是叫青少年成長學校、數字教育基地、行為矯正學校、特訓學校、感恩教育中心。宣傳語也變得更加的溫和。
幫助厭學孩子回歸校園，幫助叛逆少年重塑人生，幫助沉迷手機和遊戲的孩子走向正軌。但許多曝光案例顯示，其核心模式並沒有發生根本變化。這所學校堪比緬北，請關注一下這位可憐的學生吧。女孩被父母送到拓展營參加封閉訓練，進入後發現和報名宣傳時完全不一樣。這裡的老師以為樂趣，女孩頭髮被拴在柱子上，稍有不慎就會被瘋狂。1個月學費1萬，卻很難吃到肉，還讓女孩脫了衣服在地上爬行。女孩在身體和精神的雙重折磨下，將唯一的希望寄託在写信求助父母上，讓心理老師幫忙轉交。可她不知道的是，整個學校的老師都是惡魔。老師看完她的信件，表面上溫柔的安慰，待女孩一走，立馬將信件鎖在櫃子裡。可憐的女孩滿心歡喜地等待着父母，迎來的卻是變本加厲的懲罰，被致死。警察抓捕學校人員時，在心理老師家中還找到了180封其他學生的求助信，不敢想有多少學生被他們殘害。封閉管理、軍事化訓練、絕對的服從以及对孩子的全面控制。小伟的遭遇暴露出機構的暴力管理，小付的案件则揭示出超长拘禁如何被包裝成療程。不同的案例拼接出的正是这條灰色產業鏈的完整面孔。很多家長以為孩子不會去這種地方，於是一些機構推出了所謂的接送服務，說的好聽是接送，實際上很多孩子描述整個過程更像是綁架。有些人是在睡夢中被拖走的，有些人是在上學路中被控制，有些人甚至是被父母騙回家中後直接交給了教官。18年，一男孩被送培訓機構軍事夏令營後猝死；22年，一13歲男孩被教官毆打致死；24年，女孩遭教官多次性侵後跳楼自殺。許許多多的事件背後似乎都有着訓練營的身影，哪怕是現在隨便搜索特訓訓練營這個詞條最先出來的，也是打着叛逆青少年軍事化特訓、叛逆學校這樣的詞條的鏈接和各種訓練營賬號視頻。而他們所謂的叛逆包含什麼呢？難管、厭學、交友不善、未來迷茫、行為偏差、撒謊偷摸、就業顛倒等等，這些似乎每個青春期的孩子，甚至如今已經長大的我的身上也會出現的某些行為，居然也成為了叛逆的代表，真的不免覺得十分的可笑。而那些想讓特訓訓練營幫忙教育孩子的家長的，應該也不會去在意孩子們為什麼會變成這樣，也不會反省是不是自己的問題，只是單純把為了孩子好作為借口，將自己的孩子推進深淵。矯正畸形教育是一個漫長的過程，但是抵制打擊特殊訓練營是當下我們能做的最有效的辦法了。在一些媒體調查中，機構工作人員甚至會向家長保證，孩子不願意也沒關係，我們有辦法。對於一個10幾歲的孩子來說，最痛苦的未必是接下來遭遇什麼，而是那一刻突然意識到了，原來最信任的人親手把自己送進了這裡。成年女孩失聯後，竟被送入封閉式素質教育基地，男友追查過程中拍下觸目驚心的體罰現場。那麼裡面到底發生了什麼？不同的學校情況不同，並不是每一家都存在違法行為。追蹤到重慶應城素質教育基地，該基地高牆鐵絲網層層封閉，家長打算讓女孩在此接受1年多改造。但在過去10幾年的曝光案例中，卻反覆出現了以下描述：太窒息了，打着戒網癮、矯正教育的幌子，幹的全是拘禁體罰、虐待的勾當，甚至還能隨意把人強行送進精神病院。長時間罰站、高強度體能訓練、辱罵、體罰、禁閉、限制通信、審查信件，甚至毆打。很多機構強調一個詞：絕對服從，因為在他們看來，孩子的問題不是抑鬱，不是焦慮，不是家庭矛盾，而是不聽話。於是，教育的目的不再是理解孩子，而是讓孩子絕對服從，服從老師，服從家長，服從規則，直到失去反抗能力。那麼家長們為什麼會相信？看到這裡，很多觀眾可能會問，這麼多負面新聞，為什麼還有家長願意花幾萬甚至10幾萬把孩子送進去？最近熱搜上頻頻出現類似這樣令人心痛的新聞：學生被7個機構教官毆打導致耳聾，13歲女孩被戒網癮機構女教官拳打腳踢，薅着頭髮往牆上撞，孩子竟以為是媽媽讓打的，父母花光積蓄將抑鬱孩子送進矯治機構。原因其實並不複雜，因為很多家長真的走投無路了，孩子沉迷遊戲、逃學、晝夜顛倒，和父母衝突不斷，甚至出現暴力行為。
做公務員的父親和做老師的母親聯合戒網癮機構的人員，將自己品學兼優的女兒騙進戒網癮機構，度過了11天。原因是他們覺得原本乖巧的女兒不再聽話，並且交了一個他們不認可的男朋友。報道中還提到，女孩慘遭教官拖行踢踹，人身自由被徹底限制，連如廁、洗澡等基本生活需求都需報備審批。不僅如此啊，她還被機構逼迫錄制虛假的報平安視頻，以此安撫蒙蔽自己的父母。最終，女孩的男友跨越千里，辗轉追蹤線索，多次報警求助，成功將她解救出來。據了解，這家名為麗軒教育的網癮機構位於河南省三門峽市，其官網宣稱面向全國招收10至19歲存在早戀、叛逆、網癮等問題的青少年。當一個家庭陷入長期崩潰狀態的時候，任何承諾保證改變孩子的機構都會顯得極具誘惑力。他們出售的其實不是教育，而是希望，而希望往往是最容易被高價出售的商品。那些離開的人，離開學校之後，並不意味着結束。許多受訪者提到，自己多年後依然會做噩夢，害怕封閉空間，害怕權威人物，害怕再一次失去自由。有些人與父母關係徹底破裂，多年不再聯繫。還有一些曾經的受害者，開始在網絡上幫助其他孩子逃離類似機構。他們說，真正毀掉他們的不是那幾個月的訓練，而是那種被背叛的感覺。親生父母將品學兼優的女兒送到戒網癮矯治機構，遭受拖行、毆打、肆意體罰、人身禁錮等非人待遇。關於戒網癮學校，有一個問題始終值得思考：如果一個孩子沉迷於網絡，我們真正需要解決的到底是網絡，還是孩子為什麼只能躲進網絡？是遊戲的問題，還是現實世界已經讓他無處可逃？20年來，無數機構都在嘗試着用服從、懲罰與控制來解決青少年的成長問題，但直到今天，這些爭議從未停止。因為成長從來不是一場改造，孩子也不是等待被修理的機器。當一個社會不斷尋找如何讓孩子聽話的方式時，或許更應該思考，我們是否真正聽過孩子在說什麼？您是怎樣看待這些所謂的特訓學校的？如果您的孩子沉迷遊戲、厭學或者叛逆，您會選擇將他送進去嗎？歡迎在評論區留下您的想法。如果您喜歡這種深度調查類的內容，記得點讚、訂閱，我們下期見。